我是怎么学会6种语言的？为啥子马克会说6个语言呢？哪6个？都是在哪儿跟谁学的呢？是不是谁都可以学会这么多语言？马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。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如果你们随便选择，有时间、有能力，你们会选择学哪一个语言呢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现在我们就赶紧的开始今天的分享。哇，又来了！对头，马克是我的名字，我是北归小伙子，就在四川成都。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。如果你在上一个视频也过来看过，那你肯定看到了我在上次的视频分享的这个语言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很多朋友们都觉得马克说不通的语言，马克整个人的感觉的风格都会有变化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关注马克很久了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也不太了解马克的情况和背景，所以说很多人都很好奇呀，马克你会哪一些语言呢？你在哪儿学会了？跟谁学会了这么多语言呢？有什么好的方法吗？有什么建议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点。德语、英语、俄罗斯语、中文、法语、西班牙语都能说得很自由、很流利吗？那么当然，有的用的比较多的语言肯定会说得好一些，用的比较少，像俄罗斯语或者西班牙语或者法语，用的比较少的语言，那肯定说的没有那么流利，但是还是能够表达我的意思，还是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其实想要了解马克的语言的情况，必须要回到28年前的德国的时候了。那个时候，一名白俄罗斯的美女和帅哥生了一个小伙子，然后叫做马克。因为他们2位来自白俄罗斯的人，德语那个时候也自己还不怎么好。马克小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一直说的是俄罗斯语，一直说到流利了。然后3岁的时候去上德国的幼儿园的时候，发现，哎呦，我在这边说俄罗斯语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所以说，马克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把德语学会了，就跟我的老师、跟我的同学一起说德语，就这样子就学会了。所以也可以说，差不多到4、5岁的时候，马克已经会2个语言。然后马克去上学的时候，就差不多1年级的时候，我们那边在德国就必须开始学习英语。那么学了英语，学了一段时间，我还开始学法语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对语言非常的感兴趣。那么那个时候，马克的英语和法语都不行，都不是特别好。但是学了几年之后，因为兴趣，所以我的英语和法语都变得比较不错。然后接下来就来了大学生活了，马克就选择挑战一下自己，然后我就选择学一个中文，学着学着也感觉挺有意思的，然后马克中文也有进步，所以就一直学下去。学的最晚的最后一个，也是学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语言，那就是西班牙语。这个语言我没有系统化的去学过，去上过这个课。就是去的一些说西班牙语的国家，像墨西哥啊，像秘鲁啊，像玻利维亚啊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古巴呀这种地方去旅游，然后通过那边的本地人跟他们交流，跟他们聊天，我就学到了一些非常简单的、非常日常能用到的一些西班牙语的知识。原来还能这样学会语言。要是说明天就把你们丢到德国那边去，你们能学会德语吗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那从我的看法中，从我的经验中来说的话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会这么多语言呢？那当然了，
只不过我运气比较好，也可以说应该谢谢我的父母，因为我这么早、这么小的时候已经学会了2门语言，而且你越小，你的学习的能力越强。但是，哪怕你已经很老，你还是通过努力、通过兴趣、通过练习，还是可以学会你想学的语言。最重要的那肯定是兴趣，你得喜欢这个东西，你才能学下去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学的再多，你也学不会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那就是练习。你不要害羞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认为你说的不好，所以就不想说。因为语言它是拿来用的，它是拿来说的。所以说你自己说的时候，你才真正的在学习，你才会记住，你才会学会使用它。那么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了这些知识，是不是感觉还好一些？其实学习语言也没有那么难。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，也非常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又让你们知道、学到一些新的知识、新的东西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这个点赞、你们的关注、你们的转发。谢谢我的朋友们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。如果说你喜欢看 Marky 的视频了，那非常希望在下一期视频又能见到你们了。